大禹与河伯的故事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你们好啊！我们知道，现在的黄河有很多水利工程，比如堤坝、水闸之类的。古代可没有这些，所以呢，古时候黄河经常发大水，淹死了很多老百姓。你知道传说中是谁治理好了黄河吗？是一位叫做大禹的帝王。今天呢，我就来跟大家讲讲大禹与河伯的故事。大禹是如何治理黄河的呢？我们一起来听听吧。传说尧在位的时候，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，庄稼被淹，房子被毁，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。不少地方毒蛇猛兽四处出没，伤害人和牲口，叫人们过不了安生日子。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，讨论治水的问题。尧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，首领们都推举鲧去治理洪水。鲧花了9年时间治水，却没有把洪水制服，因为他只懂得水来了就用土去掩埋，造堤筑坝，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，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。在这危机的关头，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，亲自到发大水的地方去考察。他发现鲧办事不力，就把鲧给杀了。鲧死后，尸身3年没有腐烂，从身体里孕育出儿子禹。禹长大之后，接替了父亲的任务，继续治理洪水。大禹治理洪水时有3件宝：一是河图，2是开山斧，3是避水剑。第一宝河图便是黄河的水神河伯授给大禹的。水神河伯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要把河图传给大禹呢？这里面就有一个传奇的故事呢。相传古时候，在黄河边的华阴同乡有个叫冯夷的人，不安心耕种，一心想成仙。他听人说，只要连续喝100天水仙花的汁液，就可化为仙体，变成神仙。于是呢，就到处去找水仙花。这个时候的黄河没有固定的河道，到处漫流，经常泛滥成灾。地面上七谷八道，沟壑纵横，全是黄河水。冯夷呢，为了找水仙花，整日要东奔西跑的渡黄河、跨黄河、过黄河。听说哪里有水仙花，就奔去哪里。转眼过了99天，再找一颗水仙花，吮吸最后1天水仙花的汁液，就可以成仙了。冯夷很是得意，一大早又过黄河，准备去一个小村庄找水仙花。这里的黄河水不深，冯夷打算趟水过河。谁知到了河中间，河水突然涨起来，他一慌，脚下一滑，一下子跌倒在水中，活活被淹死了。冯夷死了之后，一肚子的冤屈怨气，咬牙切齿地恨透了黄河，就到玉帝那里去告黄河的状。玉帝听说黄河没人管，到处横流撒野，危害百姓，也很恼火。他见冯夷已吮吸了99天的水仙花的汁液，也该成仙了，就问冯夷愿不愿意去当黄河水神，治理黄河呢？冯夷喜出望外，满口答应。一来可了却自己成仙的心愿，二来呢，还可报被淹死之仇。就这样，冯夷当了黄河水神，人称河伯。他以前从来没有留意过治水的事儿，一下子担起治理黄河的大任，就有些束手无策了。他心想，自己道行浅，又没什么法宝仙术，还是去向玉帝讨教办法吧。冯夷上了天庭，玉帝告诉他，要治理好黄河先要摸清黄河的水情，画个河图，
有黄河的水情河图为依据，治理黄河啊，就省事儿多了。河伯按照玉帝的指点，先到了自己的老家桐乡，他想找乡亲们帮帮忙。乡亲们都知道他以前好逸恶劳，不愿意搭理他。他找到村里的后老汉，讲了他治理黄河的大志。后老汉见他如今成了仙，要给百姓们办点好事儿，就答应帮帮他。从此呢，河伯和后老汉风里来雨里去，跋山涉水查看黄河水情。两个人一跑啊，就是好几年，硬是把后老汉给累病了。后老汉回家养病，剩下河伯继续沿黄河查看水情。分手后，后老汉再三嘱咐河伯，干事啊，就要干到底，不要半途而废，画好图就动手治理黄河。人手不够，我会说服乡亲们来帮忙的。查水情、画河图是个苦差事。过了许多年，等河伯终于把河图画好，也已经年老体衰了。黄河哪里深，哪里浅，哪里好冲低，哪里一决口，哪里该挖，哪里该堵，哪里能断水，哪里可排洪，河图上是画得一清二楚。河伯看着自己的心血，伤心地叹气道：唉，只可惜我已经没有气力亲自去治理黄河了。河伯从此就在黄河底下休息，再也没有露面。不料呢，黄河连连涨水，屡屡泛滥。百姓们知道玉帝派河伯来治水，却不见他的面儿，都骂河伯不尽职尽责，不管百姓死活。那位后老汉呢，在病床上天天盼河伯，一晃又有好些年不见面了。他对治理黄河的事儿不放心，要去找河伯。后老汉有个儿子，射箭百发百中，是个神箭手。为了父亲的安全，他不让后老汉去找河伯。可是后老汉不听儿子劝阻，非要出门不可。结果半路上遇上黄河决口，被洪水冲走了，连尸体都没找到。后老汉的儿子啊，从此是恨透了河伯，咬着牙说：呵，早晚我要把河伯射死。与此同时，大禹已经接替鲧，开始治水了。河伯听说了这件事儿，决心把画好的黄河河图传授给他。于是他带着河图从水底出来，去寻找大禹。河伯和大禹没见过面，谁也不认识谁。河伯走了半天，累得正想歇一歇，忽然看见河对岸走着一个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啊，英勇雄伟。河伯猜，这一位想必是大禹吧，就喊着问起来：喂，你是谁呀？其实河对岸的年轻人不是大禹，而是后老汉的儿子。他抬头一看，河对岸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在喊话，就问道：你又是谁？河伯高声说：我是河伯，你是大禹吗？他一听是河伯，顿时怒火中烧，冷笑一声说：我就是大禹。说着张弓搭箭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嗖的一箭射中了河伯的左眼。河伯双手捂眼，疼得直流虚汗，心里骂道：混账大禹，好不讲道理，我要把河图传授给他，他却用箭射我。他是越想越气，伸手就去撕那幅河图。就在这危急关头，猛地传来一声大喊：河伯，不要撕图！河伯忍痛用右眼一看，对岸一个头戴斗笠的年轻人拦住了刚才射箭的人。而戴斗笠的年轻人啊，正是大禹。他知道河伯画了幅黄河河图，正要找河伯求教呢。后老汉的儿子推开大禹，又要搭箭张弓。大禹死死拽住他，把河伯画图的艰辛讲了。
后老汉的儿子这才后悔自己冒失莽撞，射瞎了河伯的左眼。两人一同趟过河，后老汉的儿子向河伯认了错，河伯了解到原委，也没怪罪。大禹对河伯说：“我是大禹，特意来找您求教治理黄河的办法。”河伯说：“我的心血和治河办法都在这张图上，现在就交给你吧。”大禹展图一看，画上密密麻麻、圈圈点点，把黄河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的水情画得一清二楚。大禹高兴极了，正要谢谢河伯，一抬头，河伯啊，跃进黄河没影了。大禹得了黄河水情图，如虎添翼，再加上开山斧、碧水剑2样宝贝，日夜不停地带领大家修堤筑坝、梳理河道，整整干了13年，终于治住了泛滥的河水。从此呢，黄河两岸的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。相传大禹治水有功，舜就把地位禅让给了他。大禹建立了夏朝，所以人们也称他为夏禹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了吗？好了，今天啊就先讲到这儿，咱们下期见吧。